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姚安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 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5、6月的好物。这个月分享的好物都不是新品，有些是我真的观望了很久，终于买下手的。今天应该是没有什么打屁闲聊的事情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蒂康的隐形眼镜。我今天眼睛上戴的是金耀橙灰，这个颜色的就跟网络上大家讲的，如果你没有化妆的话，戴起来会有点突兀，眼睛会看起来假假的。那如果近看的话，就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灰色是外圈，然后中间是橙色的，因为它橙色的是那种花纹感，所以你会发现我的黑眼球看起来不是圆的，就是它旁边是这样波纹状的。但如果有化妆的话，看起来就会很有混血感，眼睛就会看起来很深邃。那另外一个颜色是水曜褐，这个颜色戴起来眼睛就会看起来很水亮，眼睛会看起来水汪汪的感觉，我觉得很美。褐色、棕色不是我常走的路线，但它这个褐色的蛮冷色调的，蛮适合我的发色跟我的肤色的。这2个日抛都是含有玻尿酸的，还有 UV， 多少可以抵抗一点紫外线，戴起来也是蛮舒服的。它这个直径是符合我的眼型的，所以它很好拔下来，也不太会跑偏。其实我不知道这2个差在哪里，因为它们都是 Akira 的。Akira 好像只能在保养买到，但是我觉得水曜褐的颜色稍微比较水润一点，就是骑摩托车吹风的时候比较不会感觉那么干。这2个颜色我都还蛮喜欢的，所以推荐给你们。那说到隐形眼镜的话，我自己其实也有常戴型的，我有去定做有散光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有些时候就必须用到隐形眼镜药水。那我想要推荐2个牌子给你们，第一个是爱尔康的隐形眼镜药水，我这一个是在 Costco 买的哦，我应该真的好多牌子都有用过，博士伦的我觉得就还好，然后海昌我觉得还蛮水润的，但是我觉得去完国外之后，眼睛有变得再更干一点，或者是年纪增长的关系，然后又很常戴隐形眼镜，很常戴彩抛，所以我觉得眼睛有一点点比较干。我看网络上建议买了爱尔康，我觉得这一个有超越海昌。我自己来讲啊，我觉得它最水润。那第2罐我买的也是网络上推荐的，它是乐敦的隐形眼镜药水。那我买的是深蓝色的这一瓶是长效保湿，它有另外一个浅蓝色的，它那个好像是清爽，用起来会很凉的。但是我个人不敢眼睛有那个凉凉的感觉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我比较需要保湿。假如说我这样子闭眼5分钟的话，我眼睛立刻就会觉得很干，隐形眼镜就会有种要脱落的感觉。我把它买起来，我就觉得哇，乐敦的也还不错。但其实我用下来呢，我觉得爱尔康这个还是更保湿，它的时间能拉得比较长。那乐敦的话，我觉得它跟海昌差不多，所以乐敦的话，我就是拿来泡彩抛的，我用起来也没有任何不适，然后它也是清的蛮干净的。那再来，我买了一些刷具，其中有一支是这个 Mako 的小圆头晕染刷，Solon 大艺术家系列的刷具也有出新的。那我买了2支，一个是 F09 遮瑕刷。然后另外一个是 F11， 它是晕染刷，还有一支扇形打亮刷，这支是旧款的，这支圆头遮瑕刷，我刚刚已经用了，所以还有点脏脏的。我觉得它很好用，就是用眼下遮瑕。然后我鼻翼的话，我就会用 Esther 的手法，就是把鼻翼这边的粉底啊这样揉进去，我觉得很好用。然后它这支其实蛮胖的，粗粗的，握起来也很舒服，很好施力。再来就是 Mako 跟 Solon 他们的这种小的晕染刷，
Mako 这一支晕染唇线，唇周这边真的很方便。是不是唇刷都会有一个问题啊？就是唇刷很吃那个唇彩耶。就我每次晕完之后，想要把刷子撸一下的时候，发现它里面真的是吃了一堆唇彩。Mako 这一支又比较短，就很可爱。这一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然后 Solon 这一支晕染刷，其实我也有尝试想要晕染过鼻翼周围的遮瑕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太小了，但它毛也是很扎实的，更精准一点点细节的这边啊也很好用。那其他的我没有买，因为其实这几支都是特殊刷型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要买起来，我没有这种刷型的。Mako 这一支我是在别的包压找到的，捞到它最后一支。我买的这一个 Solon 这个旧款的扇形刷啊，我真的只能怪自己蠢，因为那时候我一收到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要休息1个月，我没有那种需要一直化妆的需求，所以我就没有觉得我需要把包裹打开。直到前几天我打开之后，我就那时候应该先打开检查的，因为买到有瑕疵品，因为它的包装其实很窄。这种扇形的刷子在包装里面，它整个是这样子被挤压的。你可以看到我这支刷子，它其实是这边有点炸开的。我已经洗过了，它很没救，它没救了，它就这样。唉，但是它也没有不能用啦。反正我就是用头最尖的地方，因为我也不是两侧会用到，然后来打亮这边啊。就打亮一般比较直线的地方，唇峰取粉的时候会看起来，好像没有什么沾到东西。然后我刚才这样一打一道，我就这边3根超亮的。有觉得我这边一道超亮的吗？就是它。在录完影之后，我有跟 Solon 的客服反映这个状况，虽然已经超过了7天鉴赏期，他们也是二话不说的就换了一支新的给我。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的用心。再来，我去买了 BB 的 A 醇微脂囊青春精华。你看它是不是好像看起来勾勾的？就是会觉得，它会不会那种乳液状的？就是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用起来会黏黏的？完全不会，它整个推开之后是非常清爽的，不会有那种勾勾乳液状的感觉，不会有那种成膜的感觉。我觉得非常好用。用完之后脸会稍微变比较干一点，所以 A 醇我也不会每天用。我就是在用酸类焕肤之后的2晚或3晚使用 A 醇。我就是觉得我先用酸类把我的那个油先逼出来，然后再用 A 醇这样子去代谢，那种下巴一粒粒的感觉有被代谢掉。那 A 醇的话我也会用在后背，因为台湾夏天真的好热哦。前胸后背都会长一粒粒的东西，小痘痘、小粉刺，所以呢，我就去买了妮维雅的双管精粹。但我自己早上不会用乳液，因为会流汗啊，我觉得擦乳液会黏黏的。我是在屈臣氏买的，所以我买的是 PHA 内管焕肤精华液。我觉得这一管用起来皮肤真的有种滑嫩的感觉。然后我也会拿来用在腋下，或者是擦在屁股蛋的地方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它是内管净白精华，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我有变白的感觉。这2罐夏天用起来真的很舒服。如果你怕夏天要擦乳液，但是乳液会黏黏的，那这2管真的用起来很舒服。因为它外管都是玻尿酸的，所以它其实用起来非常清爽，也很好推开。但它们的容量只有200ml，因为其实用量蛮快的。我是全身都会擦，就是我连后背啊，然后肚子啊、胸部啊，我都会擦，皮肤很滑嫩。我就是每晚这样交错使用。有使用过的人，请你们告诉我，要怎么样挤，才不会每次都只会挤出外观的东西。就每次只要挤第一下的时候，永远只有外观的东西才会先跑出来，然后我都会要这样子甩，把里面内管的东西先甩出来之后呢，它才能均匀的一起出来。我就不懂大家是怎么挤的呢？
有没有人有什么好的方法，让他们都可以均匀的一起出来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讲。那再来呢，我终于去买了 Kate 的怪兽唇釉。它这什么时候上市的？去年底年初的时候。我每次看到它，然后我去试擦了一下，我就觉得要买吗？好像有很像的颜色，算了。然后当我真正想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缺货了。怪兽唇釉就一直在缺货。上个月吧，我家附近的屈臣氏进货了，其他颜色也都有补货。就是 M05这个颜色只剩一支，我就是一定要把它抢下来。因为其他颜色我其实觉得还好，不是特别我的菜。我从去年开始就很喜欢茶棕色的唇彩，所以我就觉得好，我买。它这个唇釉颜色真的很美，但是它遮唇色的能力比较低一点点。像我今天是擦 Peripera 的，你看我的唇色就蛮均匀的，我的唇的外圈是比较暗沉的。就是我用怪兽唇釉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是先需要用唇线笔稍微遮一下，不然就是我需要等干，然后上第二层才会好看。不然其实会看出来我唇色不均，唇色暗沉的人可能就比较不适合。那另外我也买了 Fresh O2 持色柔雾氧气唇膏，我买的色号是 Hazelnut Mocha 榛果摩卡，这颜色也是蛮浅的，然后我觉得它也很美，但是这样子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刷痕，所以你可能会稍微需要晕染一下。它遮唇色的能力也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如果你是唇色比较暗的人，可能要先把暗沉的地方用唇线笔或遮瑕稍微遮一下。颜色我觉得还蛮美，很适合我的肤色。你可能瑕彩或是眼妆比较重的话，就很适合用这一种比较浅一点、比较肤色一点的唇彩。他们家好像出新品了，他们出了润唇膏，有点想要去试刷一下。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在走那种非常极致雾面的感觉，现在好像比较是那种唇要看起来嫩嫩的啊，看起来水润的感觉，也比较不会像唇釉一样那么的厚重。我就很有兴趣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润唇膏来搭配我全部的雾面色，因为雾面的唇膏看起来妆感就是比较重一点，自己在那边找借口想要买新东西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。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，可以送人、捐给弱势团体、上网拍卖或是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。